這個吊在最上方的這一座呢，應該就是藍鯨的標本了。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動物，真的是超大的。现在我們來到了英國，算是中部這邊了。這裡是曼徹斯特啊。現在我來到這邊呢，就是艾伯特廣場 （Albert Square）。在這邊呢，它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的時候，就已經有發現人類在這邊定居了。當時算是只是一個小型的定居點而已。一直到了中世紀的時候，曼徹斯特這邊逐漸發展成一個工業的城市。那今天會帶大家看一下整個曼徹斯特裡面主要的一些景點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曼徹斯特這邊據說也是華人非常多的一個城市啊，還有唐人街呢。那就在艾伯特廣場這邊呢，這間正在維修的大型建築物，這間就是曼徹斯特的市政廳。原本是可以進去參觀的，不過它現在整個在大維修中，所以全部停擺了，沒有再給大家參觀了。沿着維修的市政廳走過來，看到這間圓形的建築呢，看起來是不是跟羅馬競技場有點相似啊？它是這種圓形的建築。那這間就是中央圖書館。等下會再帶大家去看一間古老的圖書館，這間就不多花時間帶大家進去參觀了，看一下它這個可愛的外觀就好，也有點像是福建塔樓的那種感覺。就在中央圖書館的旁邊，這邊有一間復古的建築，也是蠻別致的。現在帶大家來到這間呢，是 Manchester 大教堂，跟我們以往看過的英國的教堂其實大同小異，沒有差別太多。一般在英國看到的教堂呢，都是像這樣典型的哥德式的建築，然後在它的外觀啊，是一個四方形的，並不是一般在歐洲國家看到是尖頂的教堂，比較像是超級瑪麗的那種造型。在大教堂這邊呢，也可以看得到曼徹斯特的整個歷史的過程。現在正好是在舉行600週年的紀念，英國女王也有來參觀曼徹斯特大教堂，到處還是可以看得到英國女王。来到這間是約翰萊蘭斯圖書館，在曼徹斯特也是很有名的景點，就是承接了中世紀的哥德式結合文藝復興的風格。這間圖書館呢，它是成立於19世紀的時候，隸屬於曼徹斯特的大學裡面的。非常古典的一間圖書館，圖書的走廊都非常的古色古香。继續往唐人街的方向走，就會看到曼徹斯特的美術館。我深深的發現，好像在英國這邊呢，博物館啊、圖書館都是像這種古希臘還是古羅馬式的建設。最有名的大英博物館就也是像這樣的形狀。美術館之後呢，就可以開始發現有一些中國字的蹤跡了。這裡就是唐人街，連中國的品牌都有。在這邊呢，規模就沒有像倫敦那麼大了，也沒有那麼熱鬧。這個小小的地方，總人口大概也就5-6萬人而已。在這裡竟然也有他們自己的唐人街，就知道華人是有多少了，一定是佔了非常大的一個比數。以前我有接觸到一些房地產的時候，也都是曼徹斯特這邊的牌樓在賣，感覺一座一座的大樓興起，全部都是要賣給中國人的。又開始下大雨了。我們來英國的這一個禮拜，幾乎是天天都下着雨。放晴呢，大概就是一下下而已，像剛剛放晴個不到1個小時，現在又開始下大雨了。這個就是英國人的浪漫啊。據說365天有超過200天都是下雨的日子。
走過了曼徹斯特的唐人街之後呢，就會開始發現了有很多彩虹旗的蹤跡。沒錯，除了有唐人街以外，還有一區同志村，它的英文呢直接就翻譯成 Gay Village， 蠻有趣的。在這邊是沒有任何的歧視意味的，這裡整個就都是同志的村莊。越晚呢，就有越多的酒吧開啟，是非常的熱鬧。由於現在還是大白天，感覺就沒有什麼好玩的。如果是晚上來這邊的話，應該是蠻有趣的一件事。我們從同志村那邊繼續往外圍走，大概15分鐘的路程。我來到了曼徹斯特大學，看起來好像已經沒有一些復古的建設了，就只剩下這間博物館這邊還保有原本的風貌。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曼徹斯特的博物館，是隸屬於曼徹斯特大學的，它主要是工學院為主，畢竟曼徹斯特這裡整個就是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嘛，在全世界排名榜上有名的是第50多位。那如果是單純在英國呢，也有27名，也算是一間蠻不錯的大學。這間應該就是開始的曼徹斯特大學的原型，目前呢一直在擴展學區，都是一些現代的建設了，沒有像這種復古的建設。目前就只剩下這一棟，這裡是保留着這種中世紀的感覺。看一下這一面牆，像是威廉古堡一樣。就進來博物館裡面看看吧。曼徹斯特大學這邊呢，基本上所有的校區都是可以自由進出的，沒有太嚴格的管制。畢竟這邊不是最高學府嘛，遊客沒有那麼的多。那這邊就是博物館的位置了。一進來就看到一個大象的骨頭的標本，這隻獅子栩栩如生的，連它的鼻子那邊都看得出來，好像有在流鼻涕的感覺。曼徹斯特的博物館這邊呢，最主要就是有許多動物的博物館。哇，還有恐龍的耶，這應該都是真的吧？應該不是只是模型而已。人類的進化，從一開始比較像猿人的頭骨，一直進化到人類的頭骨。那個吊在最上方的這一座呢，應該就是藍鯨的標本了。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動物，真的是超大的。那剛剛的曼徹斯特博物館差不多已經看完了，我覺得這間博物館非常的有趣耶。以往我們去過的一些博物館介紹的東西是非常的不一樣。這個比較是算是生物啊、動物這一方面的居多。那今天曼徹斯特小城呢，整個景點都帶大家走完了。在曼徹斯特這邊呢，其實景點都非常的集中，除了曼徹斯特大學需要走比較遠以外，那其他的全部都在一條線上而已，很輕鬆就可以走完整個小城。除了我今天介紹這些景點以外呢，在曼徹斯特這邊也有許多博物館啊、美術館可以值得讓大家去探索的。如果你來曼徹斯特這邊有準備比較多余的充足的時間，不妨就也可以到其他的博物館去看看。像有一個足球博物館在這邊，算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博物館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。